怎么判断一个调音师是不是靠感觉在调，还是他有方法在做呢？他会不会用测量？有没有完整的调音的流程？他脑子里有没有基本的调音的框架？那今天呢，我分享一套快速评估调音师的方法，几分钟就能判断他对现代调音测量技术理解到哪一层。那在我们一阶调音班里面，会系统的讲清楚南方公园调音4步法。在2天的时间里面，有一半的时间呢，我们都在车上做调音的实验。我带着大家从电瓶匹配、粗调、精调，一直到最后的主观调试，完整的走一遍流程。在培训的最后有一场考试，在1个小时之内要独立的完成全套的调音流程。以前呢，有一些人觉得一阶调音班是不是太基础了？但是事实上，这个考试的通过率呢，只有30%左右。今天的这条视频，我会快速点评刚刚结束的第9期一阶调音班考试的结果。你也可以对照着看看你自己或者帮你调音的调音师，他们在哪一个阶段。如果说这条视频的这些知识点你都能够理解，也能够做到，那么通过这场考试的概率呢，就会高很多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打分吧。先第一个人，知识概念，他的知识概念我跟他聊没什么问题。OK， 文档流程，他的文档其实做的挺好的，东西都还在，他的文档流程是没问题的哈。U 盘的文件也拷给我了，电瓶表也填完了。示波器的使用，示波器跟设置电瓶其实我主要看它测的准不准。我觉得示波器使用它是没问题了，因为这2个都是对的，但是它的 DSP 功放的第1路、第2路电压是输出是不对的， 10.7 伏、10.62 伏。它应该会使用示波器，但是方法不对。示波器的使用给了2分，但是电瓶的设置只能给它1分。存取 RTA 曲线看一下它的第1、第2不太对哈，因为原车主机是这样子的吗？但它的问题，第1加第2为什么2个合平了以后反而会电瓶不变？这里是有问题的。然后 C1、C2 就明显不对哈，按道理这2个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它的麦克风的位置可能不对，我猜 C5、C6 也是一样。它测 C6 的时候已经不是开的全屏，应该把它切掉了，还是高音忘了关。存取 RTA 曲线只能给它1分。然后就是测量延时，测量延时主要看它的这个脉冲响应的测量。第一那不对了，它如果测出来是这个样子，那基本上所有的分数都丢光了，就不用考虑了，0分。然后延时的设置应该也不对了，这2个都会是0分了。然后存取 TF 曲线，看一下传输函数。它2条曲线都已经存了，所以我可以给它2分。但其实它这个超低音相位是有问题的，我们待会儿再讲。再看一下目标曲线的 EQ，这一条没有存对，所以它没有拉上去，我只能给它1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没有偏移到合适的位置，在目标曲线 EQ 在调音里面这个位置呢，它应该没有犯什么错，给它2分。超低音相位看传输函数，它这里2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它这个超低音相位明显是不对的，我猜的话应该是它的参考电瓶太低了，所以导致它这个远远的偏离原点。第2个问题是它的超低音的量感太少，这个分频点也不对。即使分频点在这里58赫兹的话，分频点也没有接上，所以超低音应该是没有接上了，只能给它0分的2个超低音。分频点初始化看一下，分频点初始化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个是按照正常来做的。OK， 给2分。然后主观调试我听了一下他的车，当时怎么说呢，不能算好听吧，但是给1分。所以最终他拿到的是16分，57%，没有通过考试。他的主要问题其实在一个是 RTA 曲线有点乱，我觉得他还是熟练度的问题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2个人哈，他的知识概念没什么问题，给了2分。文档流程也挺完整，2分。示波器的使用，他的电瓶测的都是对的，没什么问题。示波器给了2分，这里2分。存取 RTA 曲线数量都是对的，没毛病。第1、第2第1加第2，这个很标准哈，多6个 dB。然后 C1、C2、C5、C6 这4条线也是对的，所以我给它2分。测量延时，看一下它的脉冲响应，第1个、第2个
第5个、第6个，没问题，2分。那这里自动的也就给了2分。存取 TF 曲线5、6、第8啊，2条线都齐全，那就至少给它2分吧。然后目标曲线 EQ， 它这里会有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它目标曲线应该是取错了，第一没进来。第二个，它没有拉到这个目标曲线的附近的位置去做比较，所以得扣它1分。这个地方只能给它1分。目标曲线 EQ， 看它调音的数据怎么样。其实比较有问题的是这几个点啊，3dB、3dB， 它在这3个点上分别做了增加，这个就要比较谨慎。按我们的原则是尽量不要去加了，真太冒险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会给它去扣1分。超低音相位应该是没有接起来，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你看啊，这是它的中低音的相位曲线。如果是这种形态，说明它没有插入延时，没有插入延时，你测的相位就是不准的哈。然后超低音的相位呢也没有对起来，在分频点附近差了有可能40、50度吧，差了这么多这里，所以它超低音相位这里只能给它1分，因为它把2条线保存了，但是没有插入延时。那这里呢不能给分它。分辨点初始化看一下啊，滤波器选错了，巴特乌斯的，所以要扣1分。主观测试给2分，所以这是它的1082的。前面1083这个情况就是它没做完哈，可能刚刚把 RTA 曲线做到以后就没结束，所以它没做完。看一下1084，它的知识概念没问题，这个是上课的时候聊过了。文档流程也没有问题。示波器的使用啊，看一下8.9伏、17伏、26伏，出条。OK。它的电平也是对的，存取 RTA 曲线看一下，第一加第二 ，OK， 这个也很标准，没什么毛病。C5、C6、C2、C1， 这个也很标准，没问题。好，它的 RTA 曲线也没问题，存的都是对的。测量延时，看一下它的延时对不对？1、2、5、6，哇，信号不是很好啊。总体来讲没问题吧，2分。它如果那边对齐了，这边应该也没问题了，2分拿到了。存取 TF 曲线看一下，5、6、8，2条线都存好了哈。它这个还算 OK 吧，但是其实参考电平可能偏高了一点点，但还算 OK， 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可以给它2分。然后目标曲线 EQ， 它没有把这个对齐。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了，还行吧。这里一个 4K 一个坑，500一个坑，500这个坑跑不掉的， 4K 这个坑也跑不掉。这个点我可能会选择压一下250，但它没有压，先不管它了，所以它至少要扣1分，因为它没有去对齐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数据怎么样吧。它的分频点1、2都没有问题，5、6没问题。它在 2.5K 提了12个 dB， 这是明显不对的哈，或者风险很大吧，你不能说它不对。还有500的6个 dB，500这6个 dB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因为2分频在车上500这6个 dB 提起来没什么作用。这个12 dB 明显是有问题的，所以我应该扣掉它1分，因为这不应该提的。分频点初始化这些基本数据没问题，领克 4K 63这都正常，这可以给它2分。超低音相位看它接起来没，这是它刚才的相位曲线，它的相位接起来了，看这个地方重叠了哈，所以可以给它2分。然后主观调试，它的车我听了一下没什么问题，还好，所以最终这一台车拿到了93分的成绩。他犯的2个错误其实就是第一个是目标曲线它没有去对到上面去，这个位置它没有拉上来，然后第二个是 EQ， 这最大的问题这一块。但是这2个地方即使扣了分，它其他的部分做的都挺好，所以最终他拿到了 93% 的好成绩。知识概念这个2分没问题，文档流程2分没问题。示波器的分数电压都是对的，所以这个可以给4分。然后存取 RTA 曲线，看一下它曲线给的对不对哈。第一、第二 OK 没什么问题。C2、C1、C5、C6 OK， 这个可以给它2分。测量延时1、2、5、
6 ，OK， 这里没什么问题，给2分，这里也给2分，存取 TF 曲线，5、6一条，8一条，2条都存了，这个没问题，但它超低音没对上，待会儿再看，这个给它2分，目标曲线 EQ 转看这里，还行吧，它也是一样的问题啊，它这个处理的还行。但是它一样的问题，它是没有拖上去，所以这个也扣掉1分。超低音相位，它这个超低音相位没有接起来哈，差这么远，我不知道是它存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，但是在线条上看它没接。按照我们课堂上讲的83赫兹的原则的话，它这里大概会差1格、2格、3格、4格多吧，就可以对齐了。4.33加8试一下。你看，如果4毫秒加上去，差不多就对齐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一块给它1分吧。然后超低音相位这里呢没有对上，给它1分。分辨点也是没问题了，2分。目标曲线 EQ 给它2分，然后听起来也没有问题，所以最终它是86分。它主要丢分是丢在目标曲线 EQ 这里没拉起来，然后它的超低音相位没接上，丢分丢的比较多，导致扣分扣的比较多。